6代进站13匹，史上最强。No，1982年 Cygnus 马力15匹。有一部电影叫《惊天动地60秒》，Gone in 60 Seconds， 里面的男主角跑到车桑那跟叶代说，他来到新城市却交不到朋友。叶代对他上下打点了一番，告诉男主角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如果你开法拉利出门，肯定会交到很多朋友。或许你不懂车，有钱有闲，不爱开车，只爱洗车，害羞内向自闭，对人生随遇而安，喜欢做宅男，没空练成猛男。这样或许一台进站会改变你的社交圈，甚至会缩短你和正妹的社交距离，甚至最后搞到零距离。车就摆在那了，甩开粘在手掌中的手机，开心去骑车，骑车最开心。Yamaha Cygnus 是 Yamaha 发动机株式会社制造贩售的一款轻型速克达，型号是 XC。以前所有的型号都是日本生产，但现在都是由台湾山叶机车生产制造。车名 Cygnus 是天鹅座的意思。Cygnus XC 180是1982年开始销售并贩售10余年的轻型机车，是 Cygnus 车系的始祖，排气量171cc 的引擎可产生15匹马力，但是引擎散热部分因被车体外壳覆盖，容易过热的缺点也在上市后逐渐显露，销售状况并不如预期。Cygnus 125于1984年发售，正式型号为 XC 125，引擎使用124cc 的排气量，圆弧曲线为特征的车体外观。虽然并不是一台很人气的车种，但是却贩售相当久的产品。1988年的小改款后，持续在日本市场贩售了10年以上，直到2002年剩下2年可以实验新的 5ml 引擎，台湾山叶汽车才放手一搏，推出12寸框后双避震器4V 气门斜板大喷狗骨头支架 Cygnus S 进站125。雅马哈进站车系官方英文为 Cygnus S， 型号为 NXC 125系列，于2002年发表，规划为顶级炫光的后继车种，在车体引擎上都有全新的设计，对台湾的 125cc 速克达市场投下了一颗震撼弹，并带动台湾 125cc 速克达朝向新世代发展。一般民间俗称天鹅、飞鹅，下雨后积水的路口总是有天鹅湖。引擎首次采用型号 5TY 4气门引擎，结束 EV4 MPA 引擎作为主力车种的时代。5TY 引擎是台湾山叶首度采用4气门设计，延伸引擎中尾段加速，较过往 EV4 2气门引擎设计更佳。引擎机油润发方式改良至 Honda GY6 引擎的曲轴波键式润滑，以此解决过往 EV4 引擎高速行驶时引擎润滑不良、油路阻塞的老问题，并设计连接引擎前端和车架的支架，俗称狗骨头，稳定引擎与后轮的惯性扭动。气缸采用 GP 规格的镍磷合金，提高气缸耐用程度。由于车体良好，稳定性高，在赛车场上也带起一股改车风潮。2002年到2006年的 Cygnus S 一代进站，设计师为一色之星。Cygnus S 4V 为台湾发售 Cygnus S 初期版本，以刚、强、快、实为开发概念。Cygnus S 4V SR 外观配色及
避震器更换，并多了磁石锁 Cygnus SFI 搭载无含氧感知器喷射引擎的版本 Cygnus SR Elevation， 外观多了许多装饰贴纸，在引擎方面则多了 TPS Cygnus STD 以 Cygnus SSI Elevation 为基础，外观配色及避震器更换之版本。会玩这种换壳换现金，就是车子卖太好。台湾3业2002年就带坏了2只羊羊了。2006年，台湾3业针对 Cygnus S 进行外观大改款，设计师为一色之行，在台湾以 New Cygnus S 新进站125之名发售，一般俗称为2代进站或新进站或菲尔。后双枪避震改为3段式可调，初期发售有化油器 TPS 及喷射版本，代号 NXC125K， 以捷径稳健为开发概念，但我觉得根本就是改再改，有钱就改。2007年，台湾3业 New Cygnus S 新进站125荣获经济部优良设计产品首奖。同年同月同日，民间改装厂颁发改装进站让我发大财优秀赏。2008年，为了因应政府5期环保制度，推出搭载含氧感知器喷射引擎的版本，以 Cygnus 新进站125 期 FI 为名发售。5期新进站采用重车级双油门线设计，熏黑大灯座与 LED 尾灯，强化车尾辨识度，代号 NXC125LA。2009年，摇摆的一年，台湾车手陈茂宏先生搭乘 New Cygnus S 新进站125，挑战日本全日杯最高等级 Open 组，创下首次由台湾车手拿下优胜的纪录，更是首次以速克达车种战胜挡车的先例，也敲起台湾3业将进站125回销日本的大门，更有水货商直接进口台湾版本，反正台湾机车排放法规世界第一严苛。2010年5期新进站进行小改款，多了浪花碟盘、飞旋踏板与侧边反光片，大灯多了熏黑与玫瑰金2种。尾灯反射面分为银色电镀与红色电镀，并将车身轴距稍微缩短。液晶仪表可变换橘、白、绿3种底色，代号 NXC125M。2011年9月，台湾3业为了纪念 Cygnus S 车系迈入第10年，推出 New Cygnus S 地黑纪念版，全车采使用消光黑与亮光黑交错设计，大灯与尾灯反射面均采亮紫色电镀色系。2011年，台湾3业 Cygnus S 全车系热销27万台北，生意好到不敢也不想大改款，低调的赚钱。足足卖了6年，真是低调的神车啊！2012年6月26日，台湾3业针对 Cygnus S 进行外观大改款，俗称3代进站，设计师为王耀德先生。注意哦，颜色上没有了，改为谭文宁。以经验超跑美型为设计概念，运用消失线的手法呈现创新利落的立体构成。针对车体悬吊自动进行最佳化，并调整引擎动力输出电段，前段靠原厂，尾数给改装，代号 NXC125N。外观上，大灯反射面重新计算时光源更集中。首度使用 LED 定位灯设计，并从大灯独立改设置在大灯两侧上方。刹车卡钳与来令片面积较上一代增加 12%， 制动力提升 19%， 刹车油管缩短了 16.3 公分，让刹车效果更直接。245 mm 的轻量化碟盘，前置物箱加大 13.2%， 加大15 mm 的脚踏空间，坐垫下置物空间增大 10.5%， 由28.5公升提升至31.5公升。仪表手势增加电压显示功能，车架在不影响强度的条件下，比上代轻了 3%， 部品元件少了 5%， 还有全新设计的轻量化灯组，车重由114公斤降至113公斤。
把被嫌到不行的外观，啥？还我一代近战魂，啥？近战 DNA 荡然无存，但是无奈就是无奈。2002年就牵车的一代车主，死不然就进到了换车潮，加上台湾3业技巧性的换壳不换引擎。喂，是Toyota历史在为我的好呗？就是在原来的车上改装品能留验，所以就含泪买下3代进站。接下来就是无上限的移植、改装、领薪水、改装、撞烂，再买一台实体零件，还能够网拍赚油钱。2013年 Cygnus 进行小改款，将大灯熏黑与尾灯反射面改为红色电镀，并同步推出 Cygnus S 银翼特仕版，大灯与尾灯反射面均为熏黑设计。2015年4月推出4代进站，设计师为03P，追求以简洁线条带入流体元素，追求类超跑的线性美学。引入内砍式光导定位灯，创造大灯下方进气口的侵略感。尾灯是台湾3业首度使用导光条设计，并辅以横条状 LED 刹车灯。4代进站除了外观，也在引擎悬吊等都力求改变，以 Clean Dynamic Technology 为设计概念，并针对引擎常用转速域的马力与扭力提升 15%， 空滤容积提升 60%， 排气管容积提升 17%， 排气消音指数提升 20%， 油耗提升 10%， 前叉轻量化 10%， 轮框轻量化 12%， 高刚性车架减轻 5%， 后摇臂轻量化 40%， 整体轻量化约3公斤，加上200 mm 后碟盘35 mm 单一活塞卡钳设计，代号为 NX125i 与 NX125i。结论还是这不是进站，还给我进站，结果还是大卖 ，because 引擎还是5TY。2006年的2代车主面临换车潮，接下来就是含泪买下4代进站，就是无上限的移植、改装、领薪水、改装、撞烂，再买一条。实体零件还能够网拍赚油钱。2016年5月8号，台湾3业发表30周年纪念配色的4代进站特仕版，用以纪念台湾3业在台30周年。这么棒的日子，当然还是要换壳换现金。整体配色由日本曾负责 MyJusty 1代、2代进站。T-Max 外形设计的一色之星负责设计一色上，你敢有听到我在呐喊 ？Sky！2018年7月10日，台湾3业推出第5代进站，设计师为陈彦荣先生，以优良操控、运动体验、便利机能为设计概念。大灯由 H4 灯泡改为 LED 大灯，直立式导光定位灯，全液晶高反差仪表示前后碟刹使用于 MT-09、T-Max 530等重车同等级的第3代 ABS 双回路防锁死刹车系统。仪表改为全液晶显示，增加12伏特车钟，前叉弹簧 K 值加强，3角台宽度由210 mm 增加到220 mm， 后摇臂较上代轻量化10公克，强度较上代后摇臂增加 1.31%， 超跑概念大面积导光尾灯，梯形独立 LED 刹车灯，分离式后扶手 DC 12伏特车钟，代号为 NX125SA 与 NX125S。外观已经改到不知道怎么解释了，重点引擎还是那颗5TY。唯一欣慰的是，两只羊羊价格为了撑住大黄羊的售价，拼命拉升白牌125旗舰的售价，相对601不是啦，相对引擎设计零成本的5代进站，加上太旧换新和学生方案，根本就是市场上最超值的125等级运动型速克达。结论就是继续卖，还很好卖，涨价只是吓吓你 ，ABS 都有补助，政府出钱送给你。2019年4月，台湾3业进站推出 MotoGP 配色 ABS 版，车身配色采用 MotoGP 厂队的蓝黑配色，
车上也有大量的魔爪和其他赞助商贴纸。仅车身配色改变，卡钳为金色，后避震器弹簧为黄色，内装与一般 ABS 版无异，售价则比一般 ABS 版多了2500元，很好，算你狠。换壳换现金不玩怎么对得起自己？2020年7月21日，台湾山野机车推出了第6代精湛引擎，代号为 V8R， 总算换了 Blue Core 水冷引擎，并加上了 VA 可变气门，舍弃了过往的引擎支架，改采不对称车架与牵引支架设计。散热系统从原本的空气冷却改成水冷 UVS 版，售价为88300元台币。ABS 版售价为99800台币。制作这个势必会引起公干的专题，压力真的大到不行。但毕竟领过外派的薪水，该承担的还是要吞下去。神车就是有神人，改车就去找达人。不管我的资料再细密，还是会有如大海般辽阔的肉缺。希望大家平常心看待，当小说看，别认真办案。感恩喜欢我的影片吗？记得帮我按赞、按订阅，还要打开那个讨厌的小铃铛。有任何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下期见，拜拜。